姑娘可瞧见我眉心这朵金莲？瞧见了，又如何？打自我降生那日，这朵金莲就跟我生在一起。我生于9月初9，按理说9月已然入秋，但我家那口池塘里的荷花却一直未开。他们都说那是祥瑞之兆，果不其然，我出生之日，天降异象，万里红光。好玩。4岁那年，天阴山来了人，说我灵根天成，有仙缘在身，欲带我上山修道。小哥，我观你灵根天成，颇有仙缘，可愿随我上山修道？也罢，你尚未了断尘缘，20年后你了断了尘缘，再来天阴山寻我吧。池中金莲自带修行功法，如今认我为主。我虽是个世子，但已踏上修行之路。果然，20年后，父母相继逝去，我在凡尘之中，再无牵挂。金轮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那时，我已修至筑基期。我一路苦修，走了3年，终于来到天阴山。可却在山脚下见到一个人。快走吧，天阴山的大师傅们3年5载也不下山一次，在这里讨饭是要饿死的。脸上受伤了，包扎一下吧。我在山下苦坐3个月，却无法起身，迈上世界一步。3个月后，师父下山，问我还要不要上山。可还想上山？想。那为何不去？我不知道。疼不疼？疼。那可清醒？知道为何了？既不知道，那便入世去想，10年之后想通了，再来找我吧。今年便是第10年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所以呢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自幼被师父点化，心静如水，无喜无悲。这世间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动心动念。可直到我见到你那天后，我的心再也不静了。我曾问过他人，这是什么感受？他们告诉我，那叫爱慕。我是不明白，
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你更像一道谜题。但直到此时此刻，你就在我咫尺之间，我的心中好像有一丝了悟了。能让我道心不稳，你可能就是我的劫难。或许我只要一直跟着你，就能解开这道谜题。我觉得你没有这个机会解开了。花公子，故事很好听，可我不喜欢。早就听闻天一山的金串伏魔环是上等的法器，没想到竟然在你这里。既然听闻过此宝，便应该知道，闭环认主，早与我心意相通。若是我不想拿下来，没有人拿得下它，也动不了我。不要再跟着我，若有下次，天阴山也保不住你。中原人，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在这儿等我。皇下也是。仙门狗，你能活着走到我面前，说明你真有些本事。以及，我养了一群没用的废物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毁了我的晚餐呢？你将失去的不仅仅是你的晚餐，还有你的命。为什么要杀新梅？哦，你说的是那个中原女子吧？她死了吗？为什么杀她？哼，为什么要杀她？因为她杀了鬼先生，而你今日屠了我凤凰神这么多子民，那就下去跟他作伴，一起接受凤凰神的惩罚吧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。我是凤凰神的使者，我神的光辉可以代替日月，都照世间。
且赐予我无上能量，借我之手，将亵渎神灵之人挫骨扬灰。金丹变元婴，原地进阶。拿主为我，凤凰神天位在世，所向披靡。就算凤凰神来临，今日也得陪你一起死。找到了，你的玉牌归我了。起身发誓！愚昧的凡人，接受凤凰山的怒火吗？你会灵气暴动而死！你会七窍流血而死！你会自枪而亡！你会立即死！你给我死！怎么回事？走！如此粗浅的延绥术，还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？我很好奇，延绥术也是高阶的术法，就连洞虚修者都难以控制。你之前只不过是一个金丹修者，你怎么掌控的？你刚刚喝的是什么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我神会惩罚你的！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想见识见识真正的延绥术吗？你满手血腥，罪业缠身。此时此刻，你将七窍流血，经脉尽断。在此殿中，凡是沾染过无辜者鲜血的人，都将自枪而亡。解决了，走吧。唉，来一口。
那两人并不知道师姐的踪迹。师姐被人救走，若是安全，理当回了宗门。莫非是走岔了路，才未与我遇上？我女儿中了蛇毒，急需一枚上品鬼针莲解毒，有没有人行行好，救救我女儿啊！姑娘，求求他吧！所以是假的。姑娘说什么呢？蛇毒是你们给他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莲心，快醒醒，莲心！又是你！不要在这儿。何不用心想一想，这里盛产鬼针莲，为何他们还要求药？废话真多。大哥哥，没事吧？来，来，莲心，哎，小心烫啊，慢点。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药农，一直以种植药材维持生计。如今天梯斩断，仙门妄图以丹药入道，以求长生。崇灵果要炼丹，朝廷要求药，于是他们便定了名目，向这些药农收取不朽税。恰好，他们地里种的鬼针莲，便是炼丹的其中灵药之一。这鬼针莲是天生地养之物，2寸为下品，5寸为中品。至于长到10寸的，才能结出真莲，可称上品。可炼制不朽丹要求甚高，非上品不可。所以他们给自己的孩子种下蛇毒，不是为了骗钱，而是为了交税。尝尝。他们的水质出了问题，又苦又涩，浇灌不出符合标准的鬼针莲。那是他们的问题。他们的问题，又何尝不是他们家的问题呢？不朽税是有连坐刑罚的，交不出来，全家都得服徭役，就连孩子也逃不掉。他们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在药铺前行骗。镇上一共就那么几家药铺，他们能骗几次？不是骗店家，是骗你这样的路人。药铺知道他们的困难，不会拆穿他们的。理由倒是冠冕堂皇。既然这样，他们为何不给自己种下蛇毒，反而对孩子下手？世道艰难，人的心肠比以往要更硬了一些。孩子尚能博得几分同情，若换成是大人的话，恐怕更不屑一顾了。你怎么还跟着我？出村只有这一条路。都说你们天一山是仙道大家，最善讲经论理，答疑解惑。我倒是有个问题想要讨教一下。
姑娘请说。你们天阴山的道是什么？无情道。何为无情道？大道无情，化身万物，日月轮转其外，昼夜交叠其内，无止息，也无偏差。只因内心无私情，行为无偏爱，苍生入眼，万物如尘，即为无情道。哦，那你师父让你下山是在找什么？找我的道，渡我的劫。不对，应该是找你的情。你生来便天命不凡，灵根奇俊，自你幼时起，你便知晓20年后自己的亲人都会死去，你可有想过救下他们？天命已定，不可强求。可有情就一定会强求？你未曾有情，怎会懂得什么是大道无情？你觉得我是你的情，我是你的劫，那你的情也未免太狭隘了些。你明明什么都知道，你看得到这人间疾苦，听得到这遍野哀鸣，你有能力有本事去改变这一切，可你却独坐高台，冷眼旁观，还将其称为天命。这不是道，是虚伪。你看似慈悲，实则冷血、冷肺、冷心肠。你连眼前的苦难都渡不了，你还想来渡我？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别再跟着我。看似慈悲，实则冷血、冷肺、冷心肠。你连眼前的苦难都渡不了，你还想来渡我？这不是道，是虚伪。我任苍天有眼怒照耀我，可谁来怜悯我？我任地深情百花一片尘垢都散落，我任千夫所指我不还口，任我为你寻索，我任舍情皆赐予我的。阿生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也是从北乡来的，你家是在哪儿来着？四处流浪，哪有什么家呀？师姐，早点睡吧。咬他！咬他！咬啊！不要怕，让我的宝贝咬上一口，不死人的啊！咬着了！这变化蛇是我用毒囊足足喂养了100日，刚刚又浸足了河豚血，这个时候正是毒性最烈的时候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突发了，比我想象的要快了很多，太好了啊！太好了！你可要撑住啊，不能死啊！听到没有？可不能死啊！一定要等我练成百花养神丹啊！爹爹还没看到，看不到。小阿生，
你可要快点跑，要是被我抓到了，可是会生不如死的。他中了老七的蛇毒，跑不了多远。分头搜。又是你！我还想着该到何处去找你寻仇呢，你却自己送上门来。江气，不刺他一剑吗？那日之后，我夜夜辗转反侧，担心金轮师兄下手太重，将你了结，让你死得痛快。好在，你还算争气。以为升至金丹，就能抓住我？何止啊！我不光要抓住你，还要将你关起来，日日折磨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是你？你认识他？他是信邪庄的弟子，好像叫阿生。之前在崇灵谷见过他师姐，还差点和白宗英的人动了手。这个人是我师姐，她下山办事许久未归，你认识她，对吗？他师姐叫什么？杏梅。还不认输？没死就不算数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区区一个新邪庄，竟也能掀起如此大的风浪。
老板这边请。来，这次活啊没那么重，办完了咱好好休息休息啊。好啊。哎，等进了城啊，咱们找个好馆子，好好的喝一杯。那好啊，嘿嘿，来啊，到时候我请你。哎呀，好啊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已有几日。你们怎么才到？临出发时得到新消息，那些入魔者是兵分3路前往凤凰城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兵分3路前去追赶。白师兄带天元派一路，我和江继一路，林慕寒一路。林慕寒自己一路。本该是由你跟他一路的，可你师父说你早已上路，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他自己一路。也没指望他能办成。不妨事，我们已经得手了，除掉了所有的入魔者。白师兄那边大概也不会出岔子。不是说秦夏便好吗？你们全都杀了呀？无双会哪是吃素的，他们那边也有好手。秦夏他们不是什么容易的事，更何况他们都已入魔，就算杀了也不可惜。还有件事，京城那个女修是新梅。从何得知？我们又遇上了那个女人。谁？路上拦了我和南宫的那个，她也是新邪庄弟子，名叫阿生。她之前要找的师姐就是新梅。你们对她动手了？是。她怎么样？我的意思是，她身手不弱，修为颇高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上次他耍了手段，这次正面相遇。江继的修为又有增进，还能被他伤了。我已是金丹期。所以你们擒下他了，在哪安置他的？你们将他杀了？是。就要被他跑掉时，江继远远地送了他一剑。可我们也并未找到他的尸体。你那一剑贯穿胸口，这大漠之中，他能逃到哪儿去？活不长的。阿生，快醒醒！阿生。